男人正要回家相亲时，惊讶地发现，曾经患难与共的好兄弟，只是一个甩头的功夫，竟然变成倾国倾城的女子。仅一眼，手足之情就瞬间升华为爱情，而男人仿佛看见了仙女一般，眼神久久不愿挪开。我脸上有东西吗？本以为这是上天赐予的缘分，不曾想女人却匆匆策马离去，甚至连真名都不愿告知。还未请教你芳名呢。后会无期，择须留名。很快，等他回到家后，父亲便立刻告诉杨坚，准备带他去和相亲对象见面。可杨坚满脑子都是那位美丽的好兄弟，即便父亲说对方长得像陈乔恩，但他依然提不起兴趣，甚至以还未建功立业作为推辞，试图让父亲解除这桩婚姻。难道你一日不建功立业，就一日不成亲不娶妻？这几日给我在家里头好好准备。接下来一连好几天，杨坚都看着他戴过的面具睹物思人，殊不知女人也同样被家里安排了婚事。可伽罗心中早已有了青梅竹马的恋人，然而终究是命运弄人。宇文邕因为政治原因娶了别的女子，虽然伽罗心中一直爱着她，却始终接受不了做小妾，如今又怎会甘心嫁给一个素未谋面之人？但同时也明白父母之命不可违，无奈只能对着树叶尽情的发泄。不仅如此，甚至还再次女扮男装来到酒楼买醉，不料喝得酩酊大醉离开之时，没想到却被几只流氓盯上了。而杨坚正好在一旁的小摊，看着面具意犹未尽，不料伽罗逃跑时刚好撞进了他怀里，原本目光呆滞的杨坚瞬间打起了万分精神，只是电光火石之间，几人全部都被放跑。姑娘，你没事？你们这些骗钱啊！什么事儿？喂，姑娘。然而等伽罗醒来后，完全不记得刚刚发生了什么。本以为经过这一件事，伽罗对他的态度会发生转变，没想到依然是匆匆离开，避之不及。殊不知冥冥之中自有注定。直到第二天相亲之时，杨坚这才猛然间发现，原来伽罗就是自己要娶之人。如此泼天的惊喜让杨坚开心不已，可伽罗却完全没有一点想法。他明白这回无处可逃了，于是便将自己的要求如实告知，试图让杨坚主动放弃。我是不会与其他女子共享夫君的，我的夫君这一生只能爱我一人，不纳妻妾，不设偏房。若是做不到，那还是请杨公子另寻佳偶吧。在面对伽罗提出的各种刁钻问题，杨坚都能够迎刃而解，甚至还说出了一句他无法拒绝的话：这世间女子虽多，我杨坚只要独一无二之一人足矣。看着杨坚如此真诚，伽罗刹那间也不好再说什么。隔天一大早，杨坚就带着聘礼来向丈母娘请安。只见伽罗母亲对他甚是满意，可即便如此，伽罗依旧不想嫁给他，甚至还闷闷不乐地向大嫂吐槽着：这个杨坚，我故意怠慢于他，说话又那么没礼貌，竟没把他吓跑。胡说什么呢？这以后要是出嫁了呀，可就不能口无遮拦了啊！为了继续试图把杨坚吓跑，伽罗瞬间灵机一动，把大嫂原本精心给他打扮好的妆容弄得乱七八糟后，紧接着便踉踉跄跄地向前厅跑去，然后以一副狼狈不堪的模样出现在众人眼前。可杨坚非但不觉得自己被怠慢，甚至还在伽罗母亲责备他时及时出来圆场。不妨碍，伽罗性格如此独特，不管什么样子，我都喜欢。反正我什么样子，杨公子都知道，不用特意打扮。皇后驾到！今日正是伽罗订婚的重要时刻，作为亲姐姐自然要过来把把关。为了看她是否能保护好伽罗，可舞刀弄枪又容易受伤，于是便设下了一场鼓舞比赛。只见二人在比试过程中，杨坚以绝对的实力掌控全局，而同时伽罗作为将门虎女，自然是巾帼不让须眉，同时让杨坚也占不到半分便宜。看着双方在切磋了大半天后难分胜负，所以最终还是以平手结束比赛。不仅如此，伽罗母亲在夸赞杨坚时，杨坚却说都是伽罗的功劳。关我什么事啊？伽罗的鼓舞实在是了得，害得我差点出了手。若是因此伽罗看不上我而错失了佳期，兹事体大，我也只能奋力一搏，还好留住了些颜面。此言一出，二位高堂对他更加的满意。虽然伽罗从小就是家中的宝贝，但王后同时也明白男人三妻四妾很正常，所以不管杨坚以后娶几房几妾，希望他都能把伽罗放在首位。只见杨坚缓缓转过头，回想起曾经伽罗说过的话，若是做不到此生只娶她一人，那就请主动解除他们的婚事。所以他本次过来下聘，正是以大宴为礼，代表着从今往后身边只要有伽罗一人足矣。明明是女人出嫁的大好日子，可他身后却空无一人。只因父亲不仅在狱中被活活掐死，甚至还营造出一副畏罪自杀的现象。要知道父亲可是世上最疼爱他的人。然而更加可恨的是，宇文护为了斩草除根，接下来在他们全家流放途中派了数百名高手赶尽杀绝。好在杨坚拼死相救，这才保住了他。但同时伽罗也眼睁睁看着母亲被人杀死，却无能为力。杨坚看他整日闷闷不乐的样子，料想伽罗一定正在计划着如何报仇。而杨坚父亲也刚好有了刺杀宇文护的想法。得知此事后，伽罗心中又重新燃起了希望，并要求务必带上自己，因为他想亲自手刃仇人，以为父母在天之灵。情理之中，杨坚自然不好拒绝。但若是想有刺杀的机会，他们还需要做一件事情引蛇出洞，那便是大张旗鼓的置办婚礼。以宇文护生性多疑的做事风格，届时很有可能会上门找麻烦。杨坚，我问你，你是想要报仇，
还是想与我成亲？暂时成亲。殊不知杨坚此生最大的心愿，正是能够娶伽罗为妻，并且让她成为世界上最幸福的新娘。可如今看来，明显是不可能了。只见他眼里尽数流露着不舍，接下来便放开了紧握的双手，转身离去。殊不知杨坚为了不把家人和爱人牵扯进来，早就做好了和宇文护同归于尽的打算。可同时，伽罗为了不连累别人，也已经有了独自行动的计划。杨坚，不敢拥有，只因害怕失去。我在你眼中看到了我自己，所以更不能让悲剧在你身上重演。这一世，你我做不成夫妻，来世望能再续前缘。很快便来到了大婚当日，还没等杨坚把新娘迎回家，宇文护就突然带着大队人马出现。只因他之前打了大王一巴掌后，接下来又将王后关了3个月禁闭，如今还没到期就跑过来主持婚礼，自然让宇文护有了上门找茬的理由。虽然伽罗心中恨不得将他千刀万剐，但表面上还是做到了笑脸相迎，因为他对报仇已有了十足的把握。只见伽罗非常客气地奉上喜酒，紧接着为了让宇文护放下戒心，于是便自己先喝一杯。您是怕我在酒中下毒吗？难道大冢仔以为我真的还会继续和您作对？不死不休吗？然而宇文护叱咤一声，若是连杯酒都不敢喝，岂不惹人嘲笑？但同时也放下了狠话，如果他在此地遭遇不测，便会让全城以及整座皇宫的人都给自己陪葬。看着宇文护把酒喝完，只见伽罗心中暗自窃喜，因为计划已经成功了一半，接下来又去把西饼端过来让他尝尝。殊不知这才是毒药关键所在。还不等宇文护开口，伽罗便主动表明之所以会如此热情，正是为了让姐姐今后能在宫中过上好日子。毕竟人死不能复生，可即便如此，宇文护依旧是不放心，于是便使了一个眼色，命人用银针测试过无毒后，这才放心的拿了一块。宇文护，你奸猾一生，万想不到，只有同时喝下这酒，吃下这饼才会毒发。今日便是你的死期。然而躲在一旁伺机报仇的大嫂突然意识到饼中肯定有毒，同时又想到宇文护会让所有人陪葬，于是为了保住大家的命，趁着喜饼入口前，他先是刺杀宇文护，失败后灵机一动，电光火石之间又赶紧劫持了伽罗。因为大嫂心里深深明白，只有这样做才能不把他牵扯进来。宇文护，杀我夫君，夺我田地，害得我人不人鬼不鬼，你罪孽滔天。今日我杀不了你，来日你必遭天谴。今天明明是女人出嫁之日，可她身后却空无一人，只因父亲被奸臣活活掐死，一夜之间全家都变成冰冷的灵位。世上也仅剩命不久矣的姐姐来为他主持婚礼。本以为伽罗今后能平安幸福地过完此生，可令他万万没想到的是，这场婚礼正是伽罗为了报仇而精心策划。不仅如此，甚至连新郎都被蒙在鼓里。然而还没等杨坚把他迎回家，不料伽罗做梦都想千刀万剐之人就已经到来。大冢仔，每次都来得这般快，本宫都不得不怀疑宫中是否有你的内应。3月未到，擅自出宫，身为一国之后，无视法度，不守旨意。王后自己有错在先，却还有脸质问于我。殊不知宇文护连皇帝都敢打的人，又怎会把区区皇后放在眼里？而他本次过来的主要原因，正是警告他们别瞎搞。可伽罗并没有打算让他活着离开此地，紧接着便奉上提前准备好的毒酒。我若有不测，所有人都得给我陪葬。看着宇文护把酒喝完，伽罗心中暗自窃喜，毕竟计划已经成功了一半，只要再把喜饼吃了，2种毒药混在一起才会产生致命效果。却不料躲在一旁的大嫂回想起刚刚宇文护说过的话，为了不让更多无辜之人受到伤害，不仅出面破坏了伽罗的计划，甚至还为了洗清伽罗的嫌疑假装劫持他，紧接着再切腹自尽，依旧是引起了宇文护的怀疑。来人，将此2人拿下！慢着，慢着！见状如此，杨坚只能笑眯眯地说好话，表示他们并不认识这位夫人。然而宇文护刚刚看到了伽罗的举动，严重怀疑这本来就是一场表面澄清，实则暗杀他的阴谋。宇文邕却声称，若真是行刺，他们也不至于笨到会安排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女子来动手。话虽如此，可宇文护依旧不放心，还是想让伽罗亲口告诉他，他人是死了，但我可以让他死无全尸。然而伽罗完全想不通大嫂的迷惑行为，明明只差那么一点点，独孤家的血海深仇就可以得报。如今不仅大嫂死了，甚至连他的尸首都无法保住。可为了继续报仇，伽罗必须装作不认识他。他既然与你无关，你哭什么？我为自己哭，有何不可？人在做，天在看，善恶到头必有报。
宇文护看他们死不承认，再争执下去也没有任何意义，于是便决定秋后再算账。看着宇文护离开后，伽罗整个人都绷不住的瘫软在地。但两人在坟前祭奠大嫂时，杨坚却突然告诉他大哥还活着，并希望伽罗能代替全家好好活下去，这才让他又重新开始珍惜生命。在接下来很长的一段日子里，伽罗尽心尽力做着杨家的好长媳，为了让杨家重新壮大起来，他一连3次缩减用度，不断给别人送礼，从而试图拉拢朝中有权之人一起扳倒宇文护。可大家都忌惮宇文护权倾朝野的庞大势力，甚至就连大王都是他的掌上傀儡，所以并没有人敢搭理伽罗。直到这天终于有了一个机会，在得知北国要来借兵攻打齐国后，只要到时候让宇文护带兵出征，那么他离开长安的时间少则几个月，多则1年半载，大王便有了掌权的机会，届时定能培养起来不少势力。可问题宇文护并不擅长打仗，除非北国王子指定要他去，否则没人能够支配得动他。所以接下来伽罗找到北国公主，并希望她能够为了丈夫宇文邕的前途，跟自己合作，联手扳倒宇文护。可此事事关重大，我虽是殿爵的姐姐，也未必有把握说服他，所以不能直说。为了打消他的顾虑，伽罗从袖子里拿出早已准备好的纸条。原本宋儿并不打算帮忙，但看到只需带弟弟去寺庙祈福便可。隔天为了丈夫的前途，她还是照做了。由于宇文护公然在朝堂上把王后逼到撞墙自尽，不仅让大王痛失最爱之人，甚至连帝王家的脸都丢光了。如今更是恨不得将宇文护千刀万剐。很快便到了接待使臣当日，谁知大王竟直接让宇文护上座，什么身份便要坐什么位置。这臣子若坐在君王的位置上，岂不是君臣不分了？是，大冢宰为我朝宵衣干食，劳苦功高，理应上座。本以为宇文护会有自知之明，不料他还真厚着脸皮的坐上去了。只见北国王子若有所思，回想起在寺庙祈福时算命先生说过的话，让他务必要找最有实力的人合作，本次出征才能大获全胜。很明显，如今宇文护最有实力无疑，可接下来他又指定让杨忠带兵去攻打齐国。可我听说杨将军手中的精兵都已经交给了大冢宰，如何与我一同伐齐？那王子认为谁是最适合的人选？你。见宇文护不愿意，紧接着王子又以10年和平之约要挟，若是他派别人出征打了败仗，就别怪北国翻脸撕毁合约，让宇文护如同赶鸭子上架一般。终于体会到这个位置不好过，可现在后悔也已经来不及了。那就有劳大冢宰了。杨家日常给门客发放衣服时，蓉儿惊讶地发现青梅竹马的恋人竟然出现在府中，紧接着二人便偷偷来到花园私会。然而她现在已身为人妻，并且和丈夫非常相爱，如今只想老实的过日子，还希望他可以祝福自己。可陆作谦根本就不管这些，因为他坚信蓉儿心里还有自己。让我留下吧，至少我们可以时常见到。我保证，我不会让任何人知晓我们的关系。可蓉儿并没有当场拒绝，殊不知即将悔恨终生。直到这次被大嫂发现后，便把所有的责任推到陆作谦身上，并表示一直在赶他走，可他就是不愿意离开，自己也是万分无奈。若你心里还有别人，谁也没有办法强迫你嫁人。大嫂，蓉儿知道伽罗这一走就彻底完蛋了，于是便赶紧跪下，甚至还对天发誓，除了杨者，自己绝对没有跟别人为爱鼓掌过。只见伽罗若有所思，认为蓉儿不像在说谎。既然生米还没煮成熟饭，他愿意再给一次机会，毕竟当初这桩婚事也是自己撮合的，只是没想到名门闺秀竟会如此不堪。虽然伽罗这次可以帮他隐瞒，但还有一个条件，从今以后，我不想再看到他，让他永远离开长安。如果你做不到，那我便不会再帮你隐瞒，并且还会将此事告诉父亲和杨者。不仅如此，更会亲自把蓉儿退回娘家。此言犹如晴天霹雳划过心脏。紧接着蓉儿便来到他们经常约会的老地方，还准备了一大包银两。陆作谦看他安然无恙，竟然还天真的以为没事了。蓉儿，怎么样？大夫人为难你了吗？直到蓉儿提出让他永远离开长安，陆作谦瞬间就不乐意了，甚至还越发的疯狂。你放开我！疯了吗？可即便如此，陆作谦并没有打算就此放弃，不仅扬言死了都要爱，甚至还糟蹋了白花花的银子。蓉儿本以为转身离开就会相安无事，不曾想他竟然死活不让自己走。紧接着蓉儿在挣扎过程当中，不料却用力过猛，导致他不慎落水。由于两人都不识水性，蓉儿只能在桥边伸出手试图将他救起。可正当机会来了之时，他又突然想起伽罗说过的话，为了做到此生都不再相见，或许只有他死了才是最好的办法。直到陆作谦彻底沉入水底，蓉儿才瞬间回过神来，但此时后悔也已经来不及了，只剩下杀人后无穷的恐惧。我要救你的。接下来蓉儿便告知伽罗事情已经处理好，却不料杨整竟然刚好路过，接着躲在一旁听了个滴水不漏。回去后便把原本为蓉儿精心准备的礼物直接摔了个稀巴烂。当看到蓉儿回来时，杨整并没有选择跟他吵架，而是一脸不屑地匆匆离开。这么晚了，你要去哪儿？我去书房，你自己睡吧。以后都是。15岁女孩只因家道中落才被迫嫁人，虽然男人承诺会永远爱她，
可接下来一连3年，他们始终相敬如宾，分床而睡。本以为这一生都会如此，直到他要去打仗报效国家之时，女人为了给他留个念想，才决定献出自己的完璧之身。我想将全天下最好的都给你，但是我发现你就是全天下那个最好的。很快便到了大军出发之日，看着他渐行渐远的身影，伽罗此刻才猛然意识到，原来自己早已深深爱上了这个男人。好在苍天有眼，没过多久便怀上了他的骨肉。然而不幸的是，前方战事吃紧，杨坚则被困迷雾森林，命悬一线。紧接着，伽罗得知消息后便吓晕了过去。不曾想前男友却趁着他昏迷不醒时情不自禁，怎料这一幕却恰好被现在的妻子正好看见。就这样，两人直接大吵了起来。你自从怀孕以后，越发喜欢胡思乱想，简直不可理喻。你还知道我怀孕，你就如此气我吗？发现丈夫心里一直爱着别的女人后，隔天便因此事故意找伽罗麻烦。可伽罗并不想理会，还一走了之。宋儿却在追赶过程中不慎脚下一滑，摔掉了腹中的孩子。伽罗正准备过去搀扶，但没想到怎么这么狠心？你为什么要推我？我们师傅没事吧？是他们动手对我。然而他不仅把责任都推到伽罗身上，甚至第二天还当着宇文邕的面指认是伽罗故意推的他，就连一旁的公主都听懵逼了，甚至还一副万分激动的模样，要公主帮自己作证。你说呀，就是独孤伽罗推了我，你说是不是？哦，是，我看见了。可即便如此，宇文邕依旧不相信是伽罗干的。紧接着在安抚好宋儿后，珠儿又改口说自己没看清楚。只见宇文邕全程毫无波澜，因为他完全不在乎宋儿，所以肚子里的孩子有没有都一样，甚至还在担忧伽罗的身体。伽罗没什么事吧？四哥，我叫你关心的是四嫂，你到底有没有在听我说呀？我大嫂她没事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然而等宋儿冷静下来之后，他便决定开始复仇计划。接下来试图借公主之手，把精心准备的补品送到伽罗面前，打算让他腹中的孩子陪葬。好巧不巧，给伽罗诊脉的大夫正好到来，并闻到了一股异常的味道。他只是一个眼神，伽罗便心领神会，还问公主此药的配方，而借花线索所得来的东西，他又怎能说得清楚？最终还是把宋儿给暴露了。可即便如此，伽罗并不打算计较，因为在他眼里，宋儿只不过是一个刚刚失去孩子的可怜女人，甚至还主动上门探望并准备了厚礼。男人明明身为一国之君，可他却只能眼睁睁看着大臣把最爱的王后逼到自尽。现如今唯一能做的就只是宣太医。宣太医啊！然而不管是曾经宇文护拿刀逼着他下旨，亦或是当面狠狠扇他的耳光，自己都可以假装若无其事，直到般若死在他的怀中。这一刻让宇文玉彻底破防。就这样，他骨子里的帝王血性瞬间被唤醒。在接下来很长的一段日子里，虽然宇文玉表面上还是傀儡皇帝，但暗地里正在偷偷的韬光养晦，准备从最不易引人注目的文学做起。可即便如此，生性多疑的宇文护依旧是不放心，于是便决定安排外甥女当皇后，试图完全掌握她的一举一动。若云禅做不了王后，他也不必再做天王了。果不其然，云禅连口都还没来得及开，便直接面试成功。便是你了。时间很快来到了大婚当日，他酒后无意间看到一个身影，还以为是般若回来了，于是便赶紧追逐而去。结果女人一转身，发现竟然是云禅，让宇文玉瞬间失望透顶。朕告诉你，你既然是宇文护的人，你就永远不可能是朕的人。看着宇文玉径直离去，云禅一时间伤心不已。然而生性单纯的云禅还天真的以为模仿般若的厨艺能够让他开心，结果出去！此刻云禅还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，于是便继续请求他能够批准自己接管先后所创的命妇会，殊不知却彻底惹恼了宇文玉。朕已说过，你永远不可能成为真正的王后，滚出去，滚！只见云禅事后万分委屈，还泪流不止，因为他只想尽一个妻子的本分，可始终想不通为什么会这样。紧接着在伽罗的一番开导之下，云禅这才明白京城所致的道理。你可知这位姐姐是何人呢？回王后，她是先后的亲妹妹，随国公府的长媳。先后的亲妹妹。不料突然有一天，云禅无意间发现太子得了一种传染性极强的病，甚至连御医都束手无策。然而当下唯一的办法就是找人试药，可宇文玉宅心仁厚，不愿意伤害别人，于是云禅便趁着他们离开后，竟然偷偷的跑进去看太子。为了尽到一个母亲的责任，他愿意以身试险。行了，别怕，母后在这陪你。结果没过多久，云禅也得了同样的疾病。当宇文玉得知他故意染病，只是为了试药救太子之时，钢铁般的心也开始逐渐融化，甚至还有点后悔之前的行为。不仅如此，伽罗也趁机来一波助攻。此举令伽罗甚是感动，用生命付出，相信懂得之人一定会好好珍惜你。然而经过几天试药之后，他脸上的疹子越来越多，身体状态也是每况愈下。云禅深知自己大限将至，但又非常的不甘心，因为还有很多事情等着他去做。可似乎进宫这段时间以来，又仿佛什么都没做好。我想看染坊造福于百姓，却半途而废，令人失望。我想救太子，可至今都没有找到对症之药。我想替天王分忧，却时时在给他添乱。
还没等云禅说完，躲在后面的宇文玉再也忍不住了，他全然不顾被感染的风险，即便是云禅一直在抵抗，依旧强行握住他的手。这一刻，宇文玉才真正的把他当做妻子。朕命你活下去，朕不能让大冢仔误会是我害了你，所以你为了自己，也为了朕，必须给朕好好活下去，知道吗？紧接着太医再次给他把脉，才猛然发现原来病情已经好转了不少。然而之所以脸上的红疹越来越多，正是因为身体处于散毒的一种状态。好，速见此药给太子，微臣遵旨。男人开开心心的去接她回家时，却意外发现妻子和前男友在一起。然而更令他没想到的是，两人竟坐上了同一辆马车，这让杨坚心中顿时一紧，于是便打算跟过去看看情况。接下来他们进入了一家酒馆，并且男人还唱起了情歌。风兮风兮归故乡。殊不知此曲正是他第一次教伽罗弹琴时所奏。想当初二人是如此的相爱，而且宇文邕还承诺出使北国之后，回来首要任务便是娶伽罗为妻。怎料宇文邕却先行迎娶了北国公主。然而之所以接受这场政治联姻，是因为他觉得男人三妻四妾很正常，可伽罗要嫁之人此生必须只能娶她一个，所以很快二人便闹得不欢而散。就算伽罗已经有了丈夫和孩子，可她依旧是控制不住自己。这么久以来，我一直强迫自己忘了你，可我真的做不到啊！我多希望换我阿庸的不是他，而是你。看着伽罗一言不发，杨坚还以为他们余情未了，于是便失望透顶的离开。结果他刚到楼下不知何去何从时，却正好有人光天化日之下抢劫。紧接着杨坚把所有的不开心尽数发泄在小偷身上。光天化日竟敢抢劫，混够了是吧？关你什么事？哎呀，大爷饶命！然而当他把包袱还给女人后，却猛然间愣住了。原来他正是杨坚幼时青梅竹马的玩伴。自从燕儿嫁进蜀国公府后，两人足足有7年未见，如今还有一个非常可爱的女儿。但母女俩其实过得并不好，只因丈夫每次喝完酒之后都会对燕儿进行一顿暴揍，平时忍一忍也就过去了，但是这却伤害到了女儿。为了保证文姬的身心安全，于是便决定带着她离家出走。杨坚得知后非常同情燕儿的遭遇，所以暂时将母女俩安置在一处无人居住的小院。然而正当杨坚准备回家之时，文姬却突然感觉到一阵头晕，紧接着又口吐白沫不省人事。接下来经过大夫的诊断，才得知文姬长期抑郁成疾，再加上头部受到重创，现如今5脏6腑均出现衰竭症状。若是明天能醒来便还有的救，否则神仙也无力回天。燕儿，你现在一定要保重好自己的身体，这样才能照顾好小文姬。很快便来到了深夜，由于杨坚迟迟未归，伽罗还天真的以为他正在军中处理事情。可伽罗做梦都不会想到，其实杨坚早已在自家的院子里睡着了，而且屋内还有别的女人。虽然事出有因，但他对杨坚也绝非那么单纯。只见燕儿悄悄从包袱中拿出一个蚂蚱，正是杨坚6岁时亲手为他所编。如今20年过去，却依旧保存得完好无损。等杨坚回到家时已经天亮，然而当他看到桌上的琴后，脑中便瞬间充满了宇文邕唱情歌的画面。你昨日去九曲廊接我了吗？没有啊。伽罗这才意识到情况不对，因为家里人都说他昨天去了。其实杨坚不过是自寻烦恼罢了，因为当时他在茶楼里前脚刚走，紧接着伽罗便立刻拒绝了宇文邕。不仅如此，还对他如今的举动感到无比厌恶。就嫌已断，过往已逝，这是最后一次。我告诉你，若你再执迷不悟，我们便只能形同陌路。只因女孩故意叫了一声父亲，却让女人误以为丈夫瞒着她，在成亲之前就偷偷有了家庭。然而大婚之日，男人明明发过誓，此生只娶她一人为妻，这一生只娶伽罗一人为妻。可婚后没过多久，这天他过来打扫闲置的院子时，却无意间看到门口有女人的衣服。不仅如此，屋内居然还有新鲜的食物。可正当他百思不得其解时，门外突然传来了熟悉的声音，随后映入眼帘的竟是震碎3观的一幕。只见丈夫正在跟别人一家3口其乐融融。要知道昨晚伽罗在门口苦苦等了他一夜未归，隔天便看到此情此景，任凭谁都接受不了。然而更让伽罗感到意外的是，杨坚不仅没有做出解释，还好奇伽罗怎么会出现在这里。父亲，他是谁呀？母亲，他为何在我们家？看着伽罗惊恐的眼神，杨坚这才察觉到大事不妙。燕儿则赶紧讲明事情原委，可接下来小女孩的举动却让伽罗认为自己才是多余的。父亲，母亲，你们这是怎么了？伽罗，伽罗，父亲，伽罗，原来杨坚昨日才遇见他们母女，只因燕儿是他幼时青梅竹马的玩伴。但不幸的是，燕儿经常遭受家暴，如今不得已之下才离家出走。杨坚不忍心看着他们四处漂泊，所以才暂时将母女安置在小院，直到伽罗不明所以的一走了之。这让杨坚再也没有了耐心，甚至还认为他才是无理取闹的那一个。两人也因此大吵了起来。你跟宇文邕在临江楼私会是我亲眼所见，他为你弹琴，对你诉衷诚意旧情，我当时也很气恼，但是我还是选择相信
可你有相信过我吗？结果还没等他说完，伽罗就被气晕了过去。杨坚的心这时才软了下来。由于着急去为伽罗煎药，一时间也顾不上和文姬玩耍，让文姬还以为父亲不喜欢他了。然而之所以会称杨坚为父亲，是因为生父只会打他骂他，但只有在杨坚身上，文姬才能感受到久违的父爱。可杨坚已经有了深爱的妻子和尚未满月的女儿，因而不想影响到别人的家庭，于是便决定带着文姬回家。我不回去，回去只会被打。我不想被打死，我不要那个父亲。看着文姬对家庭如此恐惧，燕儿缓缓蹲下，陷入了深深的自责。她只后悔当初嫁错了人，才导致文姬跟着自己一起受苦。现如今已然是没有了任何办法。可文姬并不明白什么是命中注定，甚至还问他可不可以换个父亲。不可以。虽然我们同杨安叔在一起很开心，但他是别人的丈夫，亦是别人的父亲。好在伽罗身体并没有大碍，只不过他根本不相信杨坚的话，还认为是自己打扰了他们。即便是燕儿不断的解释，可伽罗依然执意要离开。伽罗，杨大哥帮我是不愿看到我与文姬被尉迟宽打死。只见伽罗大为震惊，看着旧伤未愈又添新伤的后背，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原来丈夫只要不开心，就会拿起鞭子对嫣儿一顿乱抽，甚至连3岁的女都不放过。我实在不想眼睁睁地看着文姬被他打死，才离家出走的。眼看伽罗帮他穿好衣服后，泪眼婆娑的再也忍不住了。如今也是非常同情母女俩的遭遇，从而放下了心中的芥蒂。虽然他决定不再追究此事，但面对杨坚的嬉皮笑脸时，伽罗依旧是火冒三丈。母亲，那个女人抢走了我的父亲。文姬，不是的，杨安叔本就是他的夫君啊。就是他，她是一个坏女人。尉迟宽为了做一个好父亲，正准备带着文姬去放纸鸢，结果路上不小心踩到了一只蚂蚱。文姬赶紧让父亲抬脚，只见他小心翼翼地将蚂蚱捡起，并表现出一副非常心疼的样子，同时还责怪父亲把他踩坏了。这是杨阿叔编的？对呀，我听说杨阿叔从小便非常聪明，大家都喜欢他。闻听此言，阿宽突然意识到情况不对，貌似妻子也有着同款蚂蚱。为了验证自己的猜想，阿宽发了疯似的翻箱倒柜，没想到还真被他找到了。这一刻，阿宽不仅认为妻子给他戴了绿帽子，甚至还觉得女儿都不是自己亲生的。不要乱讲，文姬就是你的女儿。你这个贱人！结果趁着酒精下脚也没个准头，紧接着经过大夫诊治才得知已然是回天乏术。可即便如此，阿宽非但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错误，更是把所有责任都推到杨坚身上。奸妇，你还不承认？尉迟大哥，你误会了，你给我让开！走开！伽罗，没事。奸夫淫妇，你们都该死！杨坚本以为阿宽经过一段时间的反思已经痛改前非，所以才放心的将母女俩送回了家，可没想到却让嫣儿丢掉了性命。然而尉迟宽依旧没有考虑过自身的原因，甚至还认为是父亲害死了嫣儿。混账！怎么会是我？就是你！当初若不是你逼我上战场，若不是你逼我杀那么多人，我又怎么会得到巅峰之症？眼看此刻两人还在争吵不休，殊不知一颗复仇的种子已经深深地埋进文姬心里。比起亲手打死母亲的尉迟宽，他更怨恨的是伽罗，只因他认为是伽罗抢走了杨坚，所以才会把他们送回家，继而导致自己失去了母亲。就这样，文姬趁着大家不注意，偷偷消失在众人的眼前，等自己长大后再想办法成为杨坚的女人。不到30岁的母亲第一次流泪，只因14岁的女儿马上就要死了。为了求铁石心肠的女婿饶命，甚至还足足磕了一整夜的头。幸好伽罗这番真情流露之言，深深打动了怒火中烧的皇帝。紧接着念在往日的情分上，宇文赟便决定不再为难他们。虽然这次总算是有惊无险，但杨丽华犹如惊弓之鸟一般，终于体会到何为伴君如伴舞。所以他暗暗发誓必须自身强大起来，才能保护好家里人。于是在心中做了一个非常重大的决定。正所谓母凭子贵，更何况身处帝王之家。直到朱皇后平安诞下了孩子，杨丽华便以小皇子安全问题为由，试图让朱皇后把他过继给自己。可朱皇后做梦都不会想到，当初她怀孕之时意外摔倒，正是杨丽华精心计划所致。好在并未导致她流产，但接下来杨丽华为了洗清自己的嫌疑，于是便把她接到了随国公府养胎，同时还取得了朱皇后的信任。也正因如此，在杨丽华的连哄带骗之下，朱皇后最终还是答应了她。隔天一大早便去征求太后的意见。母后，请您准许姐姐恩养太子。即便此事由朱皇后提出，可刚满30岁的太后心知肚明，必定是杨丽华在背后搞鬼。但经过仔细衡量一番之后，认为孩子多一位母亲保护的确是好事，不过还需要皇上点头才行。然而宇文赟得知此事，第一时间便察觉到，肯定是杨丽华又在打什么歪主意。可看到太后都没什么意见，他也索性懒得去管。我要你悄悄放出风声，将皇帝的荒淫之行公诸朝臣，只有这样，我才能携群臣之力逼皇帝让位于产儿。
从此，你我也无需再看别人的眼色了。虽然此想法非常不错，但他却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，竟然偷偷的将朱皇后毒死。本以为产儿从此只剩下他一个母亲，自己便高枕无忧了。可这些小伎俩又如何能瞒得过太后？太后则趁着产儿快要继位时，直接收回了杨丽华的抚养权。朱后与你相识多年，情同姐妹，互相扶持。杨丽华，你的心可真够狠。可即便如此，杨丽华依旧还想再争取一下。当晚直接穿上了皇帝最喜欢的制服，再跳上一段如此惊艳的舞蹈，更是把宇文云迷得神魂颠倒。紧接着经过3秒钟的深入交流后，只见他对本次的战绩十分满意。本以为幸福的日子才刚刚开始，岂料正当他意犹未尽打算继续之时，心中却突然一紧，就这样永远停在了为爱鼓掌的路上。要知道父皇宇文邕是何等的英雄无比，可儿子却驾崩在女人的裙底。看着撒手人寰的皇帝，太后一时间伤心不已。然而杨丽华比起丧夫之痛，她更害怕的是被人误会谋杀亲夫，毕竟皇帝的确是死在她的房中。好在接下来太医的诊断结果，让她原本紧绷的心彻底松开了。皇帝乃是服用催情药物过量而亡。只见太后在难过之余，并未感到多少意外，毕竟宇文邕平日里是什么德行，太后心中一清二楚。可为了保留皇家的颜面，也只能对外宣称皇帝是因为长期以来过度操劳国事，才导致突然暴毙而亡。然而更大的难题还在后面，毕竟少帝宇文产年幼，只能由2位太后同时垂帘听政。可图谋不轨的赵月看他们身为女人势单力薄，于是没过多久便携带重兵直闯太后寝宫，试图带走他们，从而掌控整个天下。但杨丽华可不是那么好惹。你若敢动我立刻血溅洪圣宫。不出半日，你逼宫害死太后、皇帝恩养之母的消息便会传遍整个长安，到时我看你当不当得起这个谋逆大罪。赵月在思索片刻之后，认为杨丽华说的好像有理，于是便打算就地软禁他们。同时也正因赵月本次的逼宫行为，让太后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，她打算等这次风波过去，便直接传位给杨坚。当下也只有杨坚才能担得起95之位。不可，为何不可？父亲是外戚，若上位会遭天下人的耻笑。他没偷没抢，何来耻笑之说？可杨丽华真正的心思，阿史内松又怎会不清楚？宇文产为帝，她可以当无比尊贵的太后，若是杨坚称帝的话，杨丽华便只能做一个公主，心中自然是万万接受不了。杨丽华为保万无一失，接下来趁着秦王大军还没杀进来，偷偷的拿着小刀准备先下手为强。太后此时还在对外面的形势感到非常紧张。在这时，赵月兵败率先冲了进来，电光火石之间便挟持了皇帝。赵月，你是强弩之末，还不束手就擒？他还傻傻以为只要皇帝在手里，依然可以挟天子以令诸侯。可太后接下来的一番话，将彻底打破赵月心中的幻想。天下大乱，急需能人之士带领大周重现辉煌盛景。我宇文家尽力保全大周，但已无力回天。现哀家宣布，将皇位禅位于杨坚。虽然杨坚表面不要的，其实心中早已乐开了花。可即便他当着所有人的面宣布了此事，但杨丽华依旧没有放弃。既然你不肯改变心意，那若是杨坚为篡位逼死当朝太皇太后，他又有何颜面称帝？只要太皇太后一死，再将罪名嫁祸给杨坚，那他必定成为众矢之的。就在千钧一发之际，幸好侍女舍身救主，才没有让杨丽华阴谋得逞。紧接着太皇太后在跑路过程中，刚好碰到了杨丽华的母亲。你女儿要杀了我，然后嫁祸杨坚，为篡位谋杀太皇太后，这怎么可能？大罗一开始并不相信他的话，直到看见地上冰冷的尸体，瞬间犹如晴天霹雳划过心脏，随后便强忍着悲伤问了杨丽华的去向。正当杨丽华即将开展下一步计划时，怎料伽罗却刚好赶到。杨丽华打算带着皇帝召集文武百官，试图举报父亲谋朝篡位。若是被杨丽华这样一闹，就算杨坚是顺应天命成为的皇帝，恐怕将来也会被世人误以为篡位而来。再加上各国一直虎视眈眈，届时必将引发天下大乱。他只希望杨丽华能以大局为重。可即便如此，杨丽华为了权力根本不在乎这些。产儿是名正言顺继位的，谁敢抢这个皇位，便是我最大的敌人。你竟敢打我！我是太后，我是你母亲。看着鬼迷心窍的杨丽华，伽罗心中更多的是自责。他知道这些年女儿在宫中过得很不好，一切都是因为宇文邕心系自己，所以阿史奈宋醋意大发，让杨丽华吃了不少苦头。到如今好不容易才熬出了头，却不料儿子的皇位却被父亲夺走了，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。我甘愿认输，你们走吧，我不想见到你们。我再也不愿见到你们了。本以为大局已定后，杨丽华会安心的当公主，没成想她依然还傻傻的做着太后梦。不仅如此，再次面对最疼爱她的母亲时，眼里除了仇恨再无其他。为了彻底断了杨丽华的执念，伽罗便决定直接把孩子抱走。独孤伽罗，我恨你！无论你怎么恨我，你需记住，我始终是你的母亲。
皇后明明为太子挑选了一位不仅有着冠绝天下之容颜，内在修养更是世间少有的太子妃，可她却偏偏爱上了一个乡下的野丫头。原本两人此等天差地别的身份，皇后坚决反对他们在一起。好在杨勇的全力争取之下，女孩终于有了一次表现的机会。很快便到了见家长的这天，只见她满怀期待地穿上华服，化妆时的状态更是像极了大家要去约会的模样。而此刻正在等待中，家人们议论纷纷。本以为太子爷看上的女人绝非凡品，怎料迟到了一个时辰不说，还画了一副夸张至极的妆容。不仅如此，接下来回答问题之时，更是让皇后感到无比失望。结果还不到一盏茶的功夫，皇后便直接扬长而去。太子，这可如何是好？我还有何颜面回去面对父亲和街坊邻里啊？他们都以为我会嫁给太子，如今我岂不是成笑话了？虽然这次以失败告终，但杨勇认为这么好的姑娘，必定是母后不了解她才会如此，心中万分不甘，希望能再给他们一次机会。可伽罗却表示自己也并非以貌取人，只是刚刚通过简单的了解后，便发现她甚至连一名普通宫女都不如，尤其是介绍父亲以做鞋为生时的那种不自信和尴尬。一个连自己父亲是做什么的都不敢大声说的人，这样的人太虚荣了。他那是见到你紧张啊，你倒是会维护的。原本伽罗也是这么认为，可当提出让他父亲入朝为官时，云禅非但没有拒绝的意思，甚至还一脸的欣喜，很难让人相信之前的表现是出于紧张。母后，您是皇后，那当然您说什么他便听什么呀，他又怎敢拒绝您？皇后十分无奈，身为太子却不会识人。太子是一国储君，母后希望日后在你身边的是可以帮你之人，那云氏不适合。母后，好了，前不久才因朝见之事惹你父皇生气，你如今又想找一个这样的女人，你是太子，得知进退明事理。女孩满心欢喜嫁给太子，可新婚之夜，太子却连她盖头都懒得接，竟就去了小妾那边。今夜的合卺酒，本宫只会与你共饮。殿下，比起一本正经的妻子，太子却更喜欢美艳的小妾。太子妃伤心不已，所有美好的期待一瞬间落空，但她还是给太子体面，主动来等太子一起去敬茶。只是小妾看后，竟故意走过来挖苦他。这不是我的太子妃吗？殿下，我还没向太子妃行礼呢。妾身云氏见过太子妃。云氏名为行礼，实则是挑衅太子妃，但太子妃却并未与他计较，甚至为了夫妻和睦，竟替太子隐瞒他的存在。只是他的忍让，却让太子和云氏变本加厉。皇上举办狩猎大会，两人却腻歪在一起，甚至借口竟也是利用自己。他趁我病不去参加狩猎，眼下却在此处与他这般。好看，与你敢相称？云氏仗着宠爱，压根不将他放在眼里。太子妃一气之下病倒，而得知他病危，皇后立马来照顾。怎料却意外从婢女口中得知，太子妃竟是被两人气倒的，顿时既气愤又心疼太子妃。把药给我。没事，喂你喝。原来皇后一直都知道云氏的存在，但却为了母子情谊，她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甚至当初之所以选中她，全是为了保住儿子的太子位置，以为娶了她，太子便能收心，将心思从云氏那收回。怎料却让她成了炮灰，心中不甚愧疚，但更多的是气愤。于是转头便怒气冲冲来找云氏。奏乐可停了。母后，跪下！你竟敢勾引太子！来人，在，将他拖下去，杖打20，再将他给本宫赶出宫中。是。母后千万不可呀！母后，若下腹中已经有了儿臣的骨肉啊！母后，你这个逆子，皇室的脸都被你丢光了，本宫早就让你离开这个狐媚东西，你敢不听？你是要气死本宫吗？皇后简直要被气死。太子妃病危，她却和小妾风花雪月，甚至拿孩子来威胁自己。早知你如此不成器，本宫又何必为你费心筹谋？母后，他腹中可是您的孙儿，难道您真的忍心不要他？孙儿，只有太子妃所生的才是本宫的孙儿。本宫今日便告诉你，这个孙儿本宫不认。你别以为将孩子生下来，本宫便会认了这云氏，你休想！皇后恨铁不成钢，但说到底，太子是她最疼爱的儿子，哪怕他再错，她也会尽力去替他遮掩。只是好事不出门，坏事传千里，此事还是被皇上知道，于是当即便要下旨废了他。陛下莫生气，朕能不生气吗？太子他德不配位啊！朕一想到要将这大隋的江山交付到他的手上，朕便万万不能放心了。况且他犯错已非第一次了。陛下，依处是大事，这太子纵然有错，日后严加管教便好了。贸然废太子，后果堪忧。皇后觉得太子心地不坏，只要好好培养，定能成为一代明君，所以一再保他。然而他的溺爱却让太子一再放纵，竟和小妾一起活活气死了太子妃，甚至毫无愧疚之心，竟抱着小妾生的孩子前来，以母凭子贵为由，请求皇上下旨册封云氏为太子妃。将太子妃活活气死，朕如今允许她住她东宫，已是天大的恩赐。还想立她为妃，你是不是也想把朕给气死啊？看看你教出的好儿子，他说的可有一句人话吗？母后，那就让他们母子一辈子无名无分吧。你是在威胁朕，
是不是？龙有九子，各不相同，朕对你无话可说，也不想再看到你。父皇，有人退下，莫再惹你父皇生气了。皇后恨铁不成钢，但说到底也是皇家骨肉，虽未册封云氏，可还是同意太子将她纳为妾室。殊不知，她今日的心软却会毁了太子。原以为再替他娶一位降得住小妾的太子妃就能解决一切，可烂泥终究是烂泥。皇上让太子监国，谁知他却因小妾的一句话，竟就丢下朝臣跑回后宫。乐梅殿下，你不是进宫议政吗？怎么在这里？本宫殿下是特意来看我与雅儿的。看你们，你还不知道吧？雅儿不叫父王了，是我派人将殿下叫回来的。什么？殿下，你不理朝政，为回来听雅儿叫你一声父王，你怎么对得起父皇母后，还有那些朝臣们的信任啊？他胡闹，你也跟着他胡闹吗？高粱，你别太嚣张了，殿下也是你能教训的吗？还未说你呢，你身为殿下的妃嫔，不尽心尽力帮助殿下也就罢了，竟让殿下做出如此不顾大局之事，若传出去，你可知此举会毁了殿下的前程的？你别危言耸听，并非我危言耸听，而是你见识浅薄，你就是嫉妒殿下对我的好。我嫉妒你，哈哈，真是天大的笑。高陵简直要被气死，明明小妾的行为如此可笑，可太子却拎不清，一再做出一些有违明君之事。而得知太子荒唐行径，皇上气得要下旨废除他，但皇后却又为之求情，并且将一切怪到太子妃头上。灵儿，你可知皇帝与本宫当初选你做太子妃是为何？知道你为人坦率赤诚，言率真，这永儿呢，却又心情柔软不坚，受他人影响，所以当初立你为太子妃，只希望你在永儿身边时时督促她。儿臣让母后失望了。本宫失望事小，那些文武百官失望才是大事。儿臣也曾常常提醒太子，但儿臣说东，那云氏偏要说西，他又会在太子面前使那红令诏书，太子也便常常听他的了。本宫早知那云氏会是个祸害，因她是眼儿的母亲，不忍将她如何。可你身为太子妃，本该处处压制过她，怎么反倒被她压制住了呢？高陵也是无奈，若早知太子如此昏庸，他说啥也不会入宫。但既以为太子妃，他还是一再劝太子清醒一点，不要再惹怒圣上。可太子却压根不听。殿下，这陈宫日日来找您玩乐，您都无法照常处理政事，今日便到此为止吧。灵儿，能不能别总说些扫兴的话？人要及时行乐。可是，别说了。太子生性善良，但却无为君之能，也无识人之眼，一再被皇后架于高处。高陵有心挽救，可太子最终却因屡屡犯错被废除。父皇，儿臣有话要说，儿臣都有千错万错，也不至于被废呀。我姑母，你让我进去吧。退呀！一直是母亲心中的太子，却一朝被废，太子无法接受一切，最终直接疯掉。而看到夫君如今的结局，高陵却一点也不觉意外，反而认为罪魁祸首就是皇后。他疯了，你满意了吗？你终于把他逼疯了。皇上承诺今生只爱皇后一人，可却在她容颜逝去时，竟宠幸了一名14岁的宫女。皇后心理防线顿时崩塌。我杨坚在此立誓，这一生只娶伽罗一人为妻，生是同欢同忧，死亦同穴不分离，矢志不渝。曾经的誓言犹在，但却物是人非。皇后崩溃不已，怎料被宠幸的宫女看她失控，却露出得逞的笑容，并且在被抓后，竟还大言不惭地羞辱皇后。皇后，你年老色衰，皇帝早就看厌你了。皇帝抱着我时，一直在我耳边私语，说我肌肤胜雪，不如凝脂。住口！来人，给本宫掌嘴！是。然而哪怕被打，宫女却依旧不悔，认为一切都是皇后罪有应得。多宫伽罗，有今日，文姬虽然没能亲手杀了这个女人，但这一次会比杀了她更让她痛苦1000倍1万倍。你说什么？你是尉迟文姬？原来宫女身份并不简单，是大将军尉迟家的孙女，但在年幼时因受不了父亲家暴，随母亲离家出走，结果意外与皇上遇上，3人也因此结缘。伽罗，杨大哥帮我，是不愿看到我与文姬被尉迟宽打死。我夫君他有癫狂之症，经常暴打我与文姬，我实在不想眼睁睁地看着文姬被他打死，才离家出走的。路上我还遇到了劫匪，幸好杨大哥救了我们，所以文姬格外喜欢杨大哥，才会叫他父亲的。对不起，我太小心眼了。没有，你没错。当时的他本想收留母女2人，但因儿却怕造成他和皇上的不愉快，所以又带着他回了家。结果最终因儿被家暴而亡，而小小年纪的文姬竟将一切怪到自己头上。我恨你，是你害死了我的母亲，是你把我们送回来的，我母亲才会被他打死，是你害死了我的母亲，我恨你。当时的伽罗只当他不懂事，并未放在心上，却不想在他成年后，竟一心想报复自己，偷偷溜入宫，一直潜伏在他身边，最终让他守护的爱情成了笑话。世人都说你们夫妻恩爱视方如珍宝，真是天底下最大的笑话。你自以为只爱你一人的杨坚，不过一夜之间便拜倒在我尉迟文姬的裙下。独孤伽罗，你输了，你输了。
你闭嘴！念在你是尉迟家的后人，本宫不杀你，用这支钗划了你的脸，然后去庙上安出家。皇后虽然生气，但看在尉迟家的份上饶她一命。但文姬却不领情，竟想坐实皇后善妒的名声，最终选择自刎。而等皇上赶来时，却只看到地上的尸体。皇后是真心喜欢王妃，甚至放心将后宫交给她打理，可她却忘恩负义，竟暗箱操作将侄女安排入宫。事后又怕自己查出真相，直接安排侄女自尽，借机离间了皇上和她的感情。但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，她来不及销毁的催情香却被他搜到。本还想给她一个机会，结果他却送来一碗有毒的红豆汤，直接将她对他最后的情分粉碎殆尽。而见一切败露，王妃也不装了。没错，我忍辱负重，我尽心尽力的伺候你，为的就是今日。我待你一向亲如姐妹，曾想你竟如此处心积虑的算计我。你待我亲如姐妹，独孤伽罗，是你害了我父亲，害了我夫君，害了我大哥，还有尉迟文姬，都是你害的。我们尉迟家的悲剧都是你和杨家一手造成的。这其中诸多事情，并非三言两语便能解释清楚的。柔儿，伽罗待你从来都问心无愧，问心无愧？你这轻飘飘的一句问心无愧，背后是我尉迟家多少条性命，你算过吗？王妃恨毒了皇后，若非当年她多管闲事，她也不会失手杀了秦朗。而也是因为她，这么多年，她一直被夫君冷落，好不容易最终破镜重圆，结果皇上却又派她出征，导致战死沙场，所以她怎么不恨她？儿郎，这只是杨家与独孤伽罗的王朝，你操什么心？定是他们让你去冲锋陷阵的，对不对？为何去的不是他们，死的该是他们？儿郎，干嘛害得我尉迟家家破人亡？如今连你这个亲弟弟他们都不肯放过，他们想雄霸天下，想称皇称帝，动了却是你的命。你放心，我定会让他们生不如死。为了报仇，王妃丧心病狂，竟将侄女安排入宫。而杨坚与文姬母亲本就是青梅竹马，再加上文姬四母，最后在崔晴香的配合下，终于给了她致命一击。独孤伽罗，你不是一向自恃与杨坚情比金坚吗？他还不是背弃了你们之间的誓言，别的女人不留快活？怎么样，被至亲之日背叛的滋味如何？就算文姬被你逼死，就算今日我也死在这儿，你都会成为全天下人的笑柄。皇后气愤不已，她最真实的感情被王妃毁了，恨不能将她挫骨扬灰。然而王妃却十分得意，哪怕今日她死去，皇后也别想安稳过一生。你到底还有什么阴谋？想知道？我偏不告诉你，谜底揭晓的太早，那多无趣，反正结局早已注定了。自从太子杨勇被废后，皇后便一病不起。时隔多年，杨丽华心中的怨恨也消失了。她时常想起母亲来看她的情景，可那时的她却不懂得珍惜，只是一味地对母亲说着最毒的话。独孤伽罗，你不要再来找我，不要再管我，不要同我说这些乱七八糟的，不想听。丽华，独孤伽罗，我不会原谅你的，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你的。如今她悔悟了，可迎面却传来母亲病危的消息，于是她飞一般的奔向母亲。而皇后病危，第一个来看她的却是心思颇重的杨广。皇后明白，对于杨广她是有愧的。当初杨家被先皇猜测压制，不得已自保离京，而她却成了先帝牵制杨家的一根线，被留在京中做质子。这其中受了多少委屈，即使她不说，自己也能猜到大概。所以她能理解她心中的恨，只是兄弟姐妹却是无辜的。广儿，我好想告诉你，这世上之事，并非都能用对错来评判。母后只求你安康喜乐，好好的珍惜这天下。若将来你成为天子，定要善待你的兄弟们，知道吗？母后，你放心吧，儿臣答应你。杨广虽嘴上答应他了，但皇后却清楚，这不过是自己的妄念罢了。她看不穿眼前的儿子，只是每次见到他，心底总会有一丝的寒意袭来。而一直不敢来看他的皇上，这时也来了。大郎，记得当年与你初相遇，我便至此生，我心中唯有你杨坚一人。但是你说你一生只会爱我伽罗一人，你可知我心中多欢喜？我杨坚在此立誓，这一生只娶伽罗一人为妻。身为人妻，我为杨家生儿育女。作为皇后，我祝你开创盛世。但你可知，作为一个女人，我想要的非荣华富贵，因为皇后的尊荣，而是丈夫独一无二的钟爱。我知道是我太贪心了，我原以为我可以白头偕老，我还是错了。都是我不好，是我做错了，是我的错。此刻的皇上悔恨不已，当初一时冲动，竟背弃了两人的誓言。但皇后却释怀了，比起其他的女人，她幸福太多了，人生哪能事事圆满？如今她唯一放不下的只有丽华，她太固执了，固执到听不进去任何的话语，害怕她一走，丽华该怎么办？殊不知，此刻的丽华也在往她内赶，只是刚跑到半道，却就听到皇后兵
我错了，女儿知错。